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易。今天我們來聊聊目前最被大眾低估的一款開源播放器 MPC-B1。它是目前 Windows 平台上在畫質表現、HDR 穩定性以及應用性之間平衡做得最好的一款播放器。最讓我驚豔的是，它不僅能直接調用 AI 放大算法，把 1080p 視頻實時優化成偽 4K 畫質，還能讓你的普通音響聽出5.1甚至7.1聲道的環繞效果。不過說到 MPC-B1，很多老玩家可能會有點懵，都是 MPC， 它和 MPC-HC 有什麼區別？其實 MPC-B1 就是 MPC-HC 的一個分支。在很長一段時間裡， HC 都是畫質發燒友心中的白月光。它是最早完美適配 MyDVR 的播放器，也讓無數人第一次見識到了什麼叫真正的家庭影院畫質。但問題是，HC 在2017年就停止了主線開發，而且 MyDVR 雖然很強，但配置複雜的讓人頭禿，對最新的 HDR 和杜比世界支持也並不完美。於是 B1 的作者 Alexoid 自研了更輕量、對 HDR 和杜比世界支持更友好的視頻渲染器 MPC-VR。它不需要複雜的調校，開箱即用就能解決色調音色不正確的問題。目標就是讓用戶不用折騰，也能獲得接近 MyDVR 的畫質體驗。關鍵是它不吃配置，甚至和弦都能流暢跑，拖進度條完全不卡。更重要的是 MPC-VR 渲染器和 B1 播放器是同一個作者，就是說你用 B1 時能原生無縫的用上這套自研渲染器，不需要再像過去那樣外掛渲染器反覆調參。而且 B1 的功能迭代非常積極，一直在針對現代播放環境持續進化。今天這期視頻，我會手把手帶你完成 MPC-B1 的安裝和調校，讓你的觀影體驗直接起飛。這個是 MPC-B1 在 GitHub 上的官方下載頁面，這裡是它的安裝包下載位置。Latest 代表最新版本，點擊往下拉。很多小夥伴一看到這堆文件就開始懵了，其實一點都不複雜。認準這個後綴 X64 代表64位系統， Installer 代表安裝版。如果你是 Win10 或11，直接下載這個。下面是它的綠色免安裝版本， X86 對應的是32位操作系統，點擊就可以直接下載。這個是剛剛下載的安裝包，解壓。打開解壓後的文件，直接雙擊進行安裝。選擇使用的語言，下一步同意協議，下一步選擇安裝的目錄。注意哦，這個路徑中最好不要出現中文。下一步 H.264 是藍光 3D 標準編碼，現在已經基本退出主流市場，除非你有 3D 顯示設備，否則完全沒必要裝。Share 擴展和 Script Source 也都和 HDR、杜比世界、畫質提升沒有任何關係，不會影響你正常看片，全部保持默認就好。下一步，繼續下一步。如果你在 Win10 上安裝，會多出這個選項。如果你的電腦在使用過程中遇到過路徑過長無法訪問這類錯誤提示，才需要把它勾選上。正常情況下不需要勾選。下一步，文件關聯這裡，我建議大家只勾視頻文件，它會把 MPC-B1 作為默認播放器，雙擊視頻會直接用 MPC-B1 打開。音頻，如果你有自己的音樂播放器就不要勾。播放列表文件基本用不到，也可以不選。設置好後點擊下一步，然後點擊安裝就可以了。OK， 安裝完成。MPC-B1 本身是一款非常簡單的播放器，基本屬於開箱即用。不過對於畫面細節黨來說，如果你想把顯示效果再往上提一檔，那接下來跟着我把 MPC-VR 的潛力完全釋放出來。在播放器界面點擊鼠標右鍵，選項視頻，先確認一下視頻渲染器是不是 MPC 渲染器，如果不是，手動選一下。點擊 MPC 渲染器後面的屬性，
這裡就是 MPC VR 的核心設置界面。在設置之前，我們需要先開啟顯卡的超分辨率功能，在桌面點擊右鍵，顯示更多選項，選擇 NVIDIA 控制面板，在左側導航欄選擇調整視頻圖像設置，在右側勾選超分辨率複選框，點擊應用即可。這步操作只會在播放視頻時起作用，當你在看視頻時，它會佔用一部分 GPU 資源，不會對電腦有其他影響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。開啟後，回到 MPC VR 的設置界面，在超分辨率設置這裡選擇小於等於 1080p， 意思是當視頻的分辨率低於或等於 1080p 時，它就會請求 GPU 開啟超分辨率進行 AI 運算，把它放大到你的顯示器分辨率。如果你用的是 2K 顯示器， AI 会把视頻放大到 2K， 4K 顯示器則放大到 4K。 如果你是高配顯卡，可以無腦選小於等於 1440p。 Disable 表示關閉，無論視頻多模糊都不會使用 AI 放大，這個只有 N 卡勾選才有效果，它會把 SDR 視頻自動增強為 HDR 效果，其他顯卡不要勾選。接下来把這個勾選上，它會優先嘗試處理和輸出杜比世界。如果你的硬件不支持或其他原因導致處理失敗，再退而求其次，使用標準的 HDR10 或 HLG 來播放。Windows HDR 這個選項建議設置成這個，只有當你播放 HDR 視頻並且雙擊全屏時，它才會自動幫你把系統的 HDR 開關打開。等你看完退出全屏，它又會自動幫你關掉，讓你的桌面恢復到正常的 SDR 模式。我們來演示一下，先按住快捷鍵 Win+X， 打開設置，進入屏幕選項。大家看，現在系統的 HDR 開關是關閉的。现在我播放一個 HDR 視頻，注意哦，普通視頻是不會觸發 HDR 的，只有 HDR 片源才會生效。好，現在雙擊全屏 ，HDR 自動開啟了，退出全屏 ，HDR 又切換成了關閉狀態。下面這個則不需要全屏，只要播放 HDR 視頻就會自動開啟 HDR， 其他設置都保持默認就行。把顯示統計信息打開，然後點擊應用，在左上角會出現 MPC VR 的影片信息，這裡顯示了杜比世界文件，表示你正在觀看的是杜比世界內容。如果你在播放視頻時出現問題，可以點擊 Default 還原所有設置，然後挨個排查，看看是哪個設置引起的。好啦，畫質搞定了，接下來是很多人都會忽略的音質部分。點擊音頻，確保音頻渲染器選的是 MPC 音頻渲染器。點擊旁邊的屬性進入設置頁面，把 WSA API 運行模式改成獨佔模式。Windows 默認的音頻輸出會經過系統混音器，它會強制把你聽的無損音樂、QQ 提示音、系統音效全部混在一起重新採樣，音質可能會有損失。改成獨佔後， MPC BE 就會霸佔你的音頻通道，繞過系統干擾直接播放。不過你播放視頻時，其他軟件會沒有聲音。如果你平時邊看片邊聊天，或者對音質不敏感，可以保持默認。使用耳機的小夥伴建議把啟用立體聲勾選上，它能合理分配中置声道的权重，確保在普通耳機裡也能將各種音源完整呈現。如果你用的是音響或者外放，則不建議開啟，它會讓聲場變窄，反而沒那麼通透。選好後，點擊應用，確定。接下來進入聲道處理頁面，找到這個混合聲道。如果你用的是筆記本或者顯示器自帶的音響，強烈建議把它勾選上，然後在列表裡面選擇 5.1 或者 7.1。MPC BE 會通過算法把電影裡的對白集中在中置聲道，把環境音分散到虛擬環繞聲道，然後再壓回你的雙聲道裡。你會發現，原本擠在腦子裡的聲音，瞬間變得有空間感了。之前有很多使用筆記本的小夥伴說，自己在播放 4K 視頻時經常卡頓，原因是你的電腦並沒有正確調用獨立顯卡，而是使用了极顯。我們可以在播放器中按住快捷鍵 Ctrl+J， 打開信息查看面板，查看一下图形適配器這欄
顯示的是不是電腦裡的獨立顯卡。如果顯示的是集成顯卡，那就在電腦桌面按住快捷鍵 Win+X， 打開設置、系統、屏幕、顯示卡。在這個列表裡找到 MPC-BE 播放器，如果沒有找到，也可以點擊添加桌面應用，找到 BE 播放器的安裝目錄，選擇這個 MPC-BE.exe 文件，把它添加進來就可以了。Win10系統的小伙伴則是按住快捷鍵 Win+X， 打開設置、系統，點擊圖形設置，然後點擊瀏覽按鈕，找到 MPC 安裝目錄裡的 MPC-BE.exe 這個啟動程序，選擇後點擊添加。接下來展開應用，把 GPU 首選項改成高性能的獨立顯卡。設置後再次重啟 MPC 播放器，就可以正確使用你的獨立顯卡啦。最後我再演示一下如何使用 MPC-BE 播放網絡直播以及加載 YouTube 視頻流。打開 GitHub， 搜索 IPTV， 找到一個星數比較多的項目，點擊進去，往下拉，複製這個.m3u 結尾的播放列表地址，回到 MPC-BE， 點擊文件，打開文件，把地址粘貼進去，確定。接着通過查看播放列表，把頻道列表調出來，可以看到已經加載了很多 IPTV 地址，雙擊可以切換不同直播源，播放非常流暢。如果想在 MPC-BE 中加載 YouTube 視頻流，需要借助一個開源工具。同樣在 GitHub 打開它的下載頁面，找到這個 Releases， 點擊 Latest， 點擊下載這個文件。下載成功後，找到 MPC-BE 桌面入口圖標，右鍵打開文件所在位置。把剛剛下載的文件放在 MPC-BE 的安裝目錄裡，然後重新啟動播放器即可。我們隨便找一個視頻，把視頻鏈接複製下來，然後點擊播放器的文件，打開文件，還是在這裡進行粘貼，然後點擊確定，加載後就可以進行觀看啦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，希望對你有所幫助。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，請記得點讚關注我。我是小印，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